今天我们要聊聊抗老化的秘密，而这个秘密居然藏在健身房的杠铃底下，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吗？许多人以为对抗衰老得靠昂贵的药物或神奇的保养品，但有一位激励体能专家告诉我们，抗老化的答案就是大重量训练。换句话说，举起重物，锻炼肌肉，才是让我们青春常驻的关键。为什么对抗岁月的良方不是其他，而是这看似辛苦的重量训练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，揭开先增肌再减脂的奥秘。老化不等于衰退，我们真的注定年老体衰吗？随着年龄增长，体力下滑，行动变慢，难道是无法逆转的命运吗？传统观念总认为人上了年纪就会不可避免的衰弱，但科学家和专家们越来越强调一个观点，老化不等于衰退，也就是说，年纪大了并不代表我们必须变得虚弱无力。如果方法得当，我们其实可以对抗甚至逆转许多随年龄出现的体能下滑。先来看看现代社会面临的高龄化挑战。以台湾为例，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，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长者已超过人口的 20%。 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周遭将有越来越多的老人家，而其中最令人担忧的不是白发皱纹，而是功能的衰退。许多老年人逐渐失去行动能力，日常生活无法自理，最终可能长期卧床。统计显示，在台湾，老人家平均有将近8年的时间是处于失能、卧床需要照护的状态。想象一下，人生最后的8年都躺在床上，生活品质极差，这是多么沉重的事实。我们不禁要问，难道变老就一定得走向这样的结局吗？为什么有些人70、80岁依然健步如飞，自己上街买菜、旅游登山，甚至神采奕奕地参加运动比赛，而另一些人50、60岁就开始频频进出医院，行动不便？差别到底出在哪里？如果衰老不等于必然衰退，那么我们是否能主动做些什么来改变自己的老年命运？答案正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重点。透过正确的运动训练，我们可以延缓甚至逆转衰弱的进程，而其中效果最惊人的就是大重量的肌力训练。了解为什么重量训练能抗老，我们先要知道年龄增长时身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一般而言，造成年长者行动不便、容易跌倒、失去自主生活能力的主要有3大罪魁祸首：肌少症、骨质疏松和神经退化。简单说，就是肌肉、骨骼和神经系统一起变弱了。首先是肌肉的流失，医学上把随年龄增加而肌肉量和肌力逐渐减少的现象称为肌少症。从大约30岁开始，如果不加以锻炼，我们身上的肌肉量每年都在减少，肌肉的力量也在下降。有统计指出，30岁以后缺乏运动的人，每年可能流失 1% 的肌肉量，肌肉力量每年下滑 2% 至 4%。 别小看这些数字，他们会年年累积。到了60、70岁时，很多人可能已经失去了30%以上的肌肉。肌肉减少的后果很直接，力量变差，日常活动变得吃力，连走路、上下楼梯这些过去不费吹灰之力的事都可能变得困难。肌肉流失的人也更容易跌倒，一旦受伤又很难复原。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家常常一摔不起，因为他们的肌肉力量已经不足以支撑身体快速反应，保护自己。再看骨骼方面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骨密度逐渐降低，骨头变得脆弱，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骨质疏松症。骨头就像建筑物的钢筋，年轻时密实坚固，但年老时如果没有适当刺激，骨质会慢慢流失，结果就是骨头变轻变脆，一旦跌倒就很容易骨折。而对老年人来说，髋骨或脊椎骨折往往是灾难性的伤害，可能需要长期卧床，进一步引发其他并发症，加速衰弱的恶性循环。骨质疏松本身没有明显的痛苦感，但一旦发生骨折，后果非常严重。最后是神经系统的老化。我们的神经就像身体的电线和控制中心，负责传递信号，协调四肢行动。随着年龄增加，神经传导速度会变慢，大脑对肌肉的控制力下降，平衡感和反应能力也变差。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家容易步态不稳，动作迟缓。例如，同样一块石头在路上，年轻人可以迅速反应，跨过或站稳，
老人可能就被绊倒摔伤。神经系统退化还会影响精细动作和协调，甚至与大脑认知能力相关。最新的研究显示，肌力下降可能是失智症等神经退化疾病的早期警讯之一。这3大方面的退化往往同时发生，互相影响，加起来就使得我们的身体逐渐走下坡路。我们经常看到的情景是，一位老人由于肌肉无力造成跌倒，骨折后卧床，卧床期间肌肉流失更快，骨质继续流失，甚至因长期不动，连神经反射都更加迟钝，最终再也无法恢复行走能力。这一连串骨牌效应看起来似乎是自然规律，但事实上，我们完全可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。因为肌肉、骨骼、神经这3大系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它们对负荷刺激是有反应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给它们足够的工作量或压力，它们就会想办法适应、变强，以满足你家猪的需求。反之，如果你终日不动，它们就会慢慢萎缩退化，因为身体觉得没必要维持那些闲置的能量消耗单位。既然用进废退是铁律，很多人会问，我每天也有在散步走路，做伸展运动，这样总可以保持健康吧？不可否认，适度活动总比久坐强。快走、游泳、瑜伽这些中低强度运动对心肺与柔软度确实有益。然而，回头看看现实，许多规律散步、练太极拳的长者依然难逃肌少症和骨质疏松的命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问题在于强度和刺激不够。传统对于老年人的运动建议往往是温和运动即可。许多人退休后每天到公园走走路，打打太极拳，觉得至少比不动好。但如果运动强度永远停留在不痛不痒的程度，身体各系统根本得不到足够刺激，没有理由去改变。就像身体需要一点压力才会进步，如果压力太小，最终什么效果也没有。此外，许多传统的长者复健或运动课程强度也偏低。在养老院里，我们常看到带着长辈做简单的广播体操、太极拳，或者用弹力带轻轻拉伸的画面。这些活动对维持关节活动度和血液循环有帮助，但对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的作用非常有限。很多长照机构的复健课只是让老人家被动的抬抬手脚，以为这样就能保筋强骨，其实远远不够。如果不引入更有挑战性的肌力训练，老人的肌肉和骨密度仍会持续下滑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哪怕一些长者每天参加柔和运动，身体状况依然江河日下，因为刺激不足，身体没有真正被激发变强的理由。想象运动对身体的作用就像服药一样，要有足够的剂量才能产生疗效。如果每天只是略微活动一下，就好比服药时吃了低于治疗剂量的一点点，当然不会治病，身体甚至可能适应后继续退步。对老年人来说，慢走慢跑固然有助维持心肺健康，但对于增加肌肉力量、骨骼密度作用非常有限。毕竟我们的肌肉和骨头需要负重的刺激才会增强，而不是靠轻松的活动就能变强壮。许多长者虽然每天都有运动，但多年下来肌力还是一天天下降。问题可能就在于他们从未给肌肉骨骼一个翻身仗的机会。另外一个迷思是，许多人把长寿与健康混为一谈，认为只要慢跑、节食让身材苗条就是健康，但其实瘦不等于壮。体重计上的数字下降，可能是脂肪减少，也可能是宝贵的肌肉一起掉光了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长辈饮食清淡，一味减重，结果体重是降了，人却更虚弱，免疫力变差，一场小病就能拖垮身体。可见，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减重，又不注意维持肌肉，减下来的重量很可能带来更大的健康隐患。对中老年人而言，增肌其实比减重更重要。俗话说，瘦长寿也要有个前提，就是瘦的是脂肪而不是肌肉。真正长寿且健康的人，往往是肌肉量充足，脂肪适中，而不是盲目追求体重最低。现在我们切入正题，为什么大重量训练是抗老化的神兵利器？这要从运动科学的发现说起。在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和苏联出于体育竞赛的需要，开始系统的研究运动训练的方法。他们惊奇地发现，运动对身体的改变其实就像药物一样，讲求剂量反应，给予身体足够的刺激，它才会变强。刺激太弱，则适应后毫无改变，
甚至继续退化。而要达到足够的刺激，高强度的大重量阻力训练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要让身体进步，就得给它一点分量。当强度达到一定门槛后，我们身体的三大系统肌肉、骨骼和神经都会被唤醒，开始逆势成长。这对抗老化来说，可说是对症下药。第一，重量训练可以显著增强肌肉。为了让肌肉生长，我们需要刺激肌纤维中，特别是那些平常很少用到的快速肌纤维。研究指出，当我们进行相当于自身最大举重能力 70% 到 85% 的阻力训练时，身体会出现明显的变化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有一个重量你最多只能连续举起1-2次，那种重量就已非常接近你的极限，而 70% 到 85% 的重量虽比极限稍低，但举起来仍然相当吃力。像这样的高强度训练会有效诱发肌肉肥大，也就是让肌纤维变粗，肌肉变大。特别是容易随年龄萎缩的第二型快缩型肌纤维，在高强度训练下会被大量动员并留存下来。这非常重要，因为快缩肌纤维主导着我们的爆发力和对抗突发状况的能力。比如预防跌倒时那一瞬间的迅速用力，就需要靠这类肌纤维发挥作用。而一般的慢走或轻重量运动几乎不会动员到它们，只有足够重的阻力训练才能叫醒沉睡的快缩肌纤维，重新让肌肉膨起来。其结果就是，即使60-70岁的长者，经过几个月的重量训练后，肌肉维度和肌力都能明显提高。许多实验已证实，哪怕是80-90岁的高龄老人，只要给予适当的阻力训练，他们的肌肉仍然有可观的成长潜力。曾有研究让90多岁的老人进行8周重量训练，结果腿部力量增加了1倍以上。想象一下，90几岁的老人重新长出肌肉，力量翻倍，这在过去是难以置信的。重量训练让看似衰败的肌肉组织重新焕发生机，仿佛枯木逢春。第二，大重量训练能强化骨骼，逆转骨质疏松。我们的骨头其实也很聪明，它们能感知所承受的压力，并据此调整自身的密度和结构。当我们进行负重训练时，例如深蹲、硬举这类需要支撑重量的动作，骨骼所受的机械压力大大增加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在接近最大负荷，大约相当于 75% 到 90% 的一次举起极限重量的训练强度区间，骨骼会收到信号，启动重塑程序，增加骨质密度来应对压力。简单说，当你经常给骨头压力，当然这里指的是良性的、可承受的重量压力，骨头就会变得更结实，以避免下次再被压坏。相反，如果你从不让骨骼承担重量，例如长期卧床或过于静态的生活，骨头便觉得反正用不上这么强的骨架，于是慢慢把钙质撤走。太空人因为处于失重环境，没有压力刺激，骨质流失的速度非常惊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对老年人来说，重量训练是抵抗骨质流失的绝佳利器。一项又一项研究证实，透过高强度阻力训练可以提高老年人的骨密度，降低骨折风险，而且强健的骨骼还能支撑更大的肌肉，两者相辅相成。可以说，重训是在为我们的骨架加钢筋，让年老的身体依然骨硬如铁，不易折断。第三，重量训练能提升神经系统的表现，这一点常被忽略，但其实非常关键。当我们进行高强度力量训练时，不只是肌肉在出力，控制肌肉收缩的神经也在经历特训。举重训练需要大脑迅速动员大量肌肉纤维，招募我们平时用不到的运动单位。研究显示，当训练强度超过个人最大力量的 85% 时，身体会调动几乎所有的运动单位，接近 90% 到 100% 的肌纤维都参与收缩，来完成任务。长期经过这样的训练，神经与肌肉之间的协调效率会明显提高，神经更能同步指挥大量肌纤维一起用力。就好比原先只能指挥一支排的兵力，现在能调度一个旅，力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此外，重量训练还能提升神经传导速度。有实验发现，只要8到12周的高强度训练，就能使老年人的神经传导速度提升约1成到2成，神经传导变快，反应时间就缩短。
协调和平衡能力也会改善。这意味着老人家遇到危险时能更快反应，脚下绊了一下也许就稳住了，不至于摔倒。甚至有新兴研究发现，阻力训练对大脑的认知功能也有益处，可能比单纯的有氧运动更能刺激老年人的大脑。有人推论，力量训练需要大脑不断学习正确动作，协调全身。这种用脑的过程其实也在锻炼大脑本身，甚至可能延缓失智症的发展。虽然细节仍在研究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重训让整个神经系统都年轻了一点，反应更快，动作更灵活。透过大重量训练带来的肌肉、骨骼、神经三重提升，我们等于是在对抗老化的三大核心问题对症下药。肌肉强则不易跌倒，有力自主生活；骨骼硬则摔倒也不易骨折。身体架构稳固，神经灵敏则行动平稳，头脑清楚。从这三方面来看，重量训练几乎是在帮年老的身体按下返老还童的开关。一个经常练深蹲、硬举的老人，他的腿脚稳健程度往往远胜同龄不运动者，甚至可能和年轻人差不多。重训让70岁的您拥有50岁的肌肉和骨骼，这听起来像魔法，但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科学现象。除了让我们变得更强壮、更结实之外，重量训练增强肌肉还有一个隐藏的好处，它把肌肉变成了对抗衰老的秘密药厂。这是近年科学家们的大发现，肌肉不只是用来收缩发力的，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。当我们剧烈运动时，肌肉会分泌出许多有益健康的生物活性物质，称为肌肉因子，英文名称是 myokines。 这些物质释放到血液里，能和身体各个器官对话、指挥或调节它们的功能。举例来说，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某些因子能够降低全身的慢性发炎程度。众所周知，慢性发炎被认为是导致衰老和许多慢性疾病，例如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失智症等的元凶之一。而强健的肌肉在运动中释放的物质，居然可以帮助抑制发炎，提升免疫系统的调节能力，这对老年人至关重要。换句话说，肌肉其实会制造消炎药，让身体内环境更健康，这就是抗老化的重要条件。有趣的是，我们身体内另一种组织，也就是脂肪组织，恰恰走反方向。肥胖者的脂肪细胞会分泌许多促发炎的物质，干扰代谢，使身体处于不健康的状态。因此，肌肉和脂肪就像天使与魔鬼，肌肉分泌的讯号让身体变年轻，脂肪分泌的则加速老化。由此可知，为什么肌肉多的人往往精神矍铄，脂肪过多的人却问题丛生。拥有强健的肌肉，相当于随身带着一个抗老化的药局，源源不绝提供正面的影响力。再说新陈代谢方面，肌肉是全身最大的耗能组织之一，有人称之为身体的发电厂或马达。肌肉量多的人，基础代谢率也高，也就是不动的时候也烧比较多热量。因此肌肉多可以预防肥胖，维持良好的体态和血糖控制。此外，重量训练能让肌肉细胞对胰岛素更敏感，有助于预防第二型糖尿病。很多中年人发福、血糖超标，其实都和肌肉流失、活动太少有关。透过增肌训练，可以改善身体对血糖的利用，把多余糖分存进肌肉，减少累积成脂肪的机会。可以说，肌肉就是我们对抗现代文明病的一味良药。难怪有专家提出，过去以为健康最大的敌人是脂肪过多，但其实很可能是肌肉太少。许多人看似肥胖，其实更精准的说是肌肉不足症。肌肉不够强大，导致身体代谢功能不佳，脂肪囤积。从这个角度理解，先增肌再减脂才是上策。如果一味只想减掉脂肪却不增加肌肉，身体可能进入节能模式，燃烧更少，反而难以长久瘦身。而若我们先把肌肉量提上去，等于提高身体的燃脂炉温，再来减脂就事半功倍，而且不容易复胖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增肌减脂要分阶段，而且增肌在先的原因。还有更神奇的地方，肌肉分泌的某些生长因子能促进大脑神经元的生成和连结，有助维持认知功能。也就是说，动筋骨还能动脑筋，练肌肉顺便给大脑吃了营养。
难怪有研究发现，规律进行阻力训练的老年人，在注意力、记忆力等测试上的表现比久坐的同龄人更好。一些科学家甚至提出，肌肉就是大脑的另一个药厂，透过运动分泌的物质来延缓神经退化疾病。当然，这些作用很多还在深入研究中，但方向已经很清楚。保持或增加肌肉量是让全身各器官保持年轻活力的关键一环。总之，重量训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粗壮的手臂大腿，更是内在健康指数的全面提升。它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强，内分泌更平衡，代谢更旺盛，头脑更灵活。这些加总起来，就是更慢的老化速度。在探讨抗老化时，我们常会提到减重、减脂，毕竟肥胖与许多老年疾病相关。但正如前面提到的，仅仅关注减少脂肪而忽视增加肌肉，是本末倒置的做法。特别对中老年人而言，瘦弱绝不等于健康，反而可能是危险的信号。许多中年人努力节食运动，成功减掉体重，却变得脸色灰白，四肢无力。这样的瘦其实是一种加速老化的表现，因为他们连宝贵的肌肉也一起减掉了。所以我们提倡一种颠覆传统的策略，先增肌再减脂，意思是将你的首要目标从体重计上的数字转为身体组成的改变，也就是优先提高肌肉比例。在实践中，这通常意味着安排一段时间专注重量训练，不用急着限制热量摄取，甚至可以略增加蛋白质和总热量，让身体有足够原料长肌肉。这段期间，你的体重可能不降反升，因为肌肉增长而脂肪未必立刻减少。但别担心，这其实是在为未来的减脂打下强壮的基础。随着肌肉增加，你可能发现即使体重差不多，腰围却缩小了，整个身形更结实有型，因为肌肉比脂肪更紧实，体积更小。当你感觉肌肉提升到一定程度，力量明显增强之后，再透过调整饮食，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来燃烧脂肪。此时有几个好处。第一，你的基础代谢率已经比从前高，身体像一架马力更强的引擎，燃烧脂肪的速度更快，不容易遇到减肥平台期。第二，有了肌肉支撑，你在减重过程中比较不会感到虚弱无力，因为肌肉储备让身体更有余裕，即使略有热量赤字也撑得住。第三，最重要的是，你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减去脂肪而尽量保留肌肉。因为你现在注重蛋白质摄取，持续重训，身体会尽可能保护来之不易的肌肉，优先动用脂肪功能。结果就是减脂完成后，你会成为一个肌肉明显、线条紧实的自己，而不是一味瘦弱、没有精神的样子。这就是先增肌再减脂的魅力。最终你不仅体重下降，更拥有令人羡慕的体态和年轻的活力。想象两个50岁的人，一个从不锻炼，只是拼命节食减肥，结果他瘦是瘦了，但肌肉稀少，体力差，看起来憔悴苍老。另一个人先花时间练出结实的肌肉，再慢慢减去多余脂肪，最后两人的体重也许相差无几，但第二个人肌肉发达，站姿挺拔，看起来仿佛年轻10岁。这就是策略不同带来的巨大差异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说脂肪不需要控制，而是说增肌应该成为更优先的一步。尤其对于那些中年发福的人来说，他们的问题常常不只是胖，更是肌肉不足。在增加肌肉之后再来减重，才能减得健康，减得漂亮。现代医学也提出一个新概念，与其说肥胖症，不如说肌肉不足症。因为许多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，根源在于缺乏足够活跃的肌肉组织。从这个观点来看，增肌就是解方，减脂则是水到渠成的结果。理论听了这么多，也许有人会怀疑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70、80岁的人做重训，肌肉骨头就回春了。这可不是天方夜谭，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例子和研究。让我们来看几个令人振奋的故事和发现。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，美国科学家招募了一群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衰弱老人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是90几岁，住在养老院，很多需要坐轮椅的长者。研究人员让这些高龄长者进行为期8周的阻力训练计划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老人们连站起来都很吃力，更别说举重物。但研究人员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了安全可行的训练内容，例如
坐在特制的腿部伸展机上练腿，用他们承受得了的重量进行反复练习。老人们每周训练3次，强度则是循序渐进的提高。结果怎么样呢？8周后，奇迹出现了。这群老人平均腿部肌力增加了将近2倍。有的人原本需要2个人搀扶才能站起，训练后可以自己从椅子上起身行走。有人原本走10几公尺就气喘吁吁，训练后可以健步如飞地走上好几百公尺。一位97岁的老太太在课程结束时，甚至丢开了助行器，她的腿脚已经强壮到不需要那根拐杖来支撑。这项研究轰动了医学界，因为它证明了即使是90多岁的高龄，肌肉和力量仍然可以大幅增强。老化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可塑性，只要给予正确的刺激。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的真实案例，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，退休后身体每况愈下，走路需要拐杖，不敢出远门。他的子女本来担心他年纪大，行动不便，但在朋友介绍下，这位老先生居然开始和私人教练学习重量训练。一开始他只能空手做深蹲，需要扶着椅子才能站起来，但在教练耐心指导下，他的动作模式逐渐改善，腿部力量也一点点提高。几个月后，他开始尝试背着杠铃做半蹲，重量从只有杠子慢慢增加到30公斤、50公斤。训练1年后，这位老先生可以不借助拐杖自由行走，甚至上下楼梯都没问题了。他逢人便说自己仿佛重返中年，日常生活再也不是问题，还能抱着小孙子满场跑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的体态也变好了，原本松垮垮的肚子小了一大圈，整个人精神抖擞。医生检查发现，他的骨密度在1年内提升了好几个百分点，从骨质疏松的边缘回到了接近正常值。以往困扰他的膝盖痛也消失了，因为肌肉力量增强后，膝关节受到的压力减轻，连关节都变得稳定了。这样的转变，光靠药物几乎不可能达到，但重量训练却办到了，实在令人叹服。世界各地还有许多金色健身的故事，例如国外有一位名叫 Ernestine Shepherd 的老太太，她在50多岁才开始健身，如今80多岁了还保持着结实的肌肉和惊人的体能，甚至获得健美比赛奖项，被誉为世界上最年长的健美冠军。她每天清晨跑步、举重，一点都不输年轻人。她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，年龄只是个数字，只要决心开始锻炼，身体仍然可以变强。又比如日本有许多高龄者组成的老年举重队，参加举重或力量举的比赛，70、80岁的大爷大妈照样在台上举起惊人的重量。他们脸上的笑容告诉我们，锻炼带给他们的不只是强健的身体，还有克服挑战的成就感和生活的激情。这些例子都在宣告同一件事，不论几岁，持续的阻力训练都能让你变得更强壮、更健康。只要开始，永远不嫌晚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动人的案例背后也有坚实的科学根据。数十项国内外研究已经证实，只要给予合适的训练方案，年过半百甚至耄耋之年的族群都能显著提升肌肉与体能。很多实验的设计很简单，每周安排2到3天，每次20-30分钟的阻力训练，持续3个月左右。受试者们从力量到行走速度都获得明显改善。有些研究发现，70岁长者经过12周训练后，腿部力量平均提高50%以上，平衡感与日常活动能力大幅提升。甚至90岁以上的高龄者也能透过训练重建部分肌肉组织。这意味着不需要每天几小时挥汗如雨，只要持之以恒，按部就班地进行重量训练，就能换来切实的抗老进展。结论很清楚，科学证据与亲身案例都告诉我们，关键只在于你愿不愿意给自己这个变强的机会。听到这里，也许你已经心动，但还有些担心，真的适合我吗？会不会太危险？别担心，所谓大重量训练，并不是叫一个从没运动过的长辈马上去扛起几十公斤，重点在于渐进超负荷，也就是循序渐进地增加重量和强度，逼着身体一步步适应更高的要求。对从未训练的人，起点可以很低，比如先练习自重深蹲，不拿任何额外重量蹲下起立，或者先用轻量的哑铃做动作，
熟悉正确姿势。一旦身体适应了这个强度，觉得轻松了，就增加一点重量或次数，如此反复。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很聪明，当你每次都只增加一点点挑战，它就会觉得虽然辛苦，但我应付得来，下次要更强壮才能更轻松。于是肌肉纤维增厚，神经反应加快，骨骼变硬。这就是所谓超负荷训练的原理。如果增加的幅度合理，你会感觉吃力，但不至于受伤。而且每隔一阵子回头看，都会惊讶于自己变强了。现在许多专业健身房或复健中心都有针对银发族的肌力训练课程，教导正确的动作，并使用安全辅助器材，确保长者在保护措施下进行重量训练。如果实在担心自由重量，如杠铃、哑铃的风险，也可以从器械开始，例如腿部推蹬机、坐姿划船机等。这些器材固定了轨道，相对容易上手且安全性高。随着力量增强，再逐步过渡到更贴近日常动作的自由重量练习。甚至有医师和物理治疗师开发出适合极衰弱老人的枯木逢春训练法，采用短幅度、更高负荷，并由多人在旁协助的方式。即使卧床很久的人也有机会参与，慢慢让他们重新站起来。可见，只要有心，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切入点。与其担心运动伤害，不如想想不运动的伤害几乎是100%，那就是年老时失去行动力、疾病缠身的结果。相较之下，规律的重量训练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大，而风险在专业指导下是可以降到极低的。更何况，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为了承受负重而生。人类的祖先过去每日劳动、狩猎、搬运，哪有闲着不动的？现在生活便利了，反倒让我们的身体失去了应有的锻炼。拿起杠铃和哑铃，并不是在虐待自己，而是在唤醒基因中本来就有的强悍本能。不要忘了，我们的骨骼肌肉从年轻到老都渴望被使用、被挑战。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动起来。顺带一提，适当的重量训练对心血管健康并非坏事。有人担心举重时血压升高会伤身，但实际上，长期规律的肌力训练有助降低静态血压，改善心脏功能。只要遵循正确的呼吸技巧和渐进原则，心脏也会逐渐适应力量运动带来的负荷。不少研究指出，重量训练能提升血管弹性，对糖代谢和胆固醇都有正面影响。另外，关于关节磨损的疑虑也不必过度担心，因为科学实证显示，强化周围肌肉其实能保护关节。比如，许多膝关节疼痛的患者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大腿肌肉训练后，疼痛明显减轻，因为肌肉更有力，后关节承受的压力减少了。关节软骨也需要适度压力才能维持健康，长期不动反而让软骨营养不良，退化更快。当然，前提是使用正确姿势和控制好重量范围，如此训练带给关节的是强健而非伤害。还有一些女性长辈担心重量训练会让自己长出很明显的块状肌肉，看起来像个女大力士。其实大可放心，女性因为荷尔蒙的关系，增肌的速度和幅度远不如男性。对大多数女性来说，肌力训练带来的改变是身形更紧实，体态更优雅，绝不会让您变成金刚芭比。相反地，一点点增加的肌肉能让女性长者的曲线看起来更年轻，背也挺得更直，走起路来更轻松。对于预防骨质疏松、提高手脚灵活度，肌力训练对女性和男性一样重要。许多银发族的阿姨奶奶在投入重量训练后，都纷纷表示找回了年轻时的活力与自信。所以，不要让练得太壮的误解阻碍了您，大胆放心的去锻炼吧。有人说，运动太累啦，我宁愿多休息，享受人生。但是试想，如果现在贪图一时省力，未来很可能面卧病榻，由他人喂饭翻身，那样的人生还有品质可言吗？与其将来倒在病床上去考验子女的孝心，不如现在就站起来，为自己的健康储蓄一笔本钱。重训其实就是在为你的未来做健康投资。有人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，抗老化就像对抗通货膨胀，我们的身体机能会随年龄通膨般贬值，每年下降一些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经济上的通膨，我们会透过投资理财来对抗，而身体的通膨就需要靠大重量训练来投资体能。想象你的体能有一个分数，
上限100分代表年轻时的巅峰状态。一般人如果不训练，30多岁开始体能上限就慢慢下滑，也许到了老年只剩下50分。那50分意味着什么？可能就是日常走路都喘，拎不动买菜的袋子，生活难以自理。然而，如果你从中年开始持续锻炼，把体能上限一点点提高到120分、150分，甚至更高，那么即便老化带走你一半的能力，你还剩下60分、75分，这个程度的体能足以让你在70、80岁时依然生活自理，四处旅行，甚至做些你热爱的运动。你将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真正地老当益壮。重训就是这样一个提高上限的手段，它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去面对未来的衰老。换言之，重训不能让你不老，但能让你老得更慢、更好。当别人衰退到无法行动时，你也许只是从超人变回了普通人，而不是从普通人变成了病人。这中间的差别，就是晚年生活品质的天壤之别。而且重量训练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的改变，还有心理上的强大。很多长者开始练肌力后，发现自己变得更有自信了。原本提心吊胆怕跌倒，现在敢出门交际。原本觉得力不从心的家务事，现在轻松搞定。甚至年轻时的兴趣爱好，到了晚年也能继续从事，因为体力跟得上了。人的精神面貌其实和身体状态紧密相连。当你身体强健，做人做事都更有底气，那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活力是用化妆品装不出来的。总而言之，抗老化的答案就是大重量训练。这句话听来简单，背后却蕴含了大量科学根据和无数生命故事的印证。我们不需要再寻找什么长生不老药，因为最有效的青春泉水就流淌在我们自己的肌肉里。透过重量训练，我们能够让肌肉重新丰满，骨骼更加致密，神经系统保持敏锐，同时引发全身性的健康改善。这是一条任何年龄都可以开始的道路。无论你是30岁想预防提早老化，还是60岁希望重获活力，甚至90岁也想改善一点生活品质，重量训练都可以带来改变。当然，我们强调大重量并不是要逞强好胜，而是希望大家理解足够的刺激才能带来足够的改变。在安全和量力而行的前提下，不妨勇敢挑战自我，多给身体一点点压力。久而久之，你会看到自己蜕变得比同龄人更年轻、更强健。正如那位专家所说，灵魂的居所请用力打造。我们的灵魂就居住在身体这座房子里，房子牢固，灵魂才能安心地度过漫长岁月。与其将来软弱倒下来考验孩子们的照顾，不如现在就站起来，追寻人生更多的乐趣。年纪大又怎样？我们完全可以成为银发超人，优雅而强韧地老去。记住，年龄只是个数字，而你的肌肉不会说谎，它会回报你付出的每一分努力，让你的生命多几分精彩，少几分遗憾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别再犹豫了。无论你是青年、中年还是长者，都让我们一同踏入重量训练的世界吧。从扶着椅子站起蹲下开始也行，从轻轻举起一对哑铃开始也行。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。当你感受到力量一天天累积，身体一天天强健，你就会明白，这就是对抗岁月最有力的武器。让我们举起该举的重量，练出该练的肌肉，把衰老的脚步尽可能的放缓。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。